大爷，3个字儿给您唱到师傅家的大吉祥，咱闹更了。一更里这个张秀才，就点上花来。姑爷，您来了，来，快，里边请，都在后院等着您呢。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江南江北的大药商，什么广州的杏核堂，北京的同仁堂，杭州的胡庆余堂，而且还来了一个大老板，那是全国200家连号的少东家。东西真不真？真咋不真啊？这是那个黄字号屯的刘老四和兀字号屯的苏书和，他俩一块挖的。他们俩为了这个参，在树上住了得有小半年，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，用这个泡了朱砂的红绳把这人参娃娃给缠上，用2根绣花针前心通后背，把这人参娃娃定在那儿。好，这个参回来的时候还顶着5花3叶，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人啊！那眼睛鼻子清楚极了。你这张嘴啊，拜个师傅学收书吧。看东西100两，我只认现银子，4大横的银票。您开价。我只管看货，不管报价。走吧，走吧。说个价。不是说好了一个一个来吗？滚出去！您谁啊？说你呢，滚出去！哎，古爷来了。2个流贩跟我装什么大爷？我说陈兄啊，在这儿做买卖还真绕不开古爷。哎，你不是买了个饰品的顶子吗？你把这官服穿过去，怕是这宁古塔都找不到这么大的官呐。谁不知道这地界上，银子比顶子好使。总之，大家各凭财力。我怕是谁也买不到。这个是哪个兄台啊？还躲到屏风后面说话的了。诸位，这是咱们京城李家的少东家，第一次出远门，得罪勿怪。哦，李万堂的公子，我帮你讲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好了，要定了。你呀，到船上看看去，还有多少现银子？今儿要是能够，咱比一比。姓徐的鼻子真灵啊，这就要抽水。我这东西还没卖出去呢。你也知道咱们这位徐管带，门口过辆大粪车，他都要停下来尝尝咸淡。你这宝贝人参娃娃，把咱们宁古塔的地皮都震起1尺多高啊！他得派我来盯着。我信你。要看货吗？不看了，你们交易的时候我再看看。我就是想问你啊，怎么这一次那么豁出性命？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，可是我儿子不能在流放地待一辈子。我找了条门路，让他逃出去，给他改个名姓，找个地方读书。现今儿已经9岁了，天天跟我舞刀弄棒，非要跟我上山去挖参。那是被我给坑了。要是真的能把儿子送出去，这个买卖值。门路稳妥吗？稳。东西卖了，该给徐管带的钱1分不少，剩下的我和老四平分。你想卖什么价？至少10万。少了。哎呦，姑爷您来了。四哥，喝了点儿，来晚了。我刚才还在跟老苏商量呢，
这东西打算卖什么价？8个也行，10个也行，80也行。屯子里死4个小伙子了，娘亲老子追着后屁股要钱呢。行，我去会会他们。嗨，您费心啊。各位，顾平原有礼了。顾爷，今日来的有旧相识，有新朋友。虽说这天下路，天下人走，可有一样，大清王法，汉人不得入关半步。大家做的都是个掉脑袋的生意，而我来这里，只是保证大家能够把这买卖做下来，同时，别在官面上被人挑理。请吧。刘四哥呢？回家看儿子去了。他说顾爷操持，放心。真看得起我。诸位，咱们就公开喊价吧，价高者得，1万1手。5万、8万、10万、19万两、22万、25万、 27万。谁呀？谁喊的27？28、 29万、 30万。哎，我说，你们管家都没回来呢，有钱吗你？船上有啊。哎呦，船上有。小子，今儿我小老头就给你上课。你爹让你出来是长见识的，可不是让你上这儿搅局来的。闹了你，胡闹什么？你家若是诚心做买卖，你爹也不会让你来，你别胡闹了。听听。闹什么？好，那就归你了。请了。4大行的银票，你验一验。我看着没什么问题，你看看。这人参娃娃就归您了。谢谢。哎呀，此等宝贝儿，让咱们爷们儿也看看眼，搂搂嘴，看。啥也没有啊，东西呢？没有啊。东西呢？东西呢？东西呢？那怎么够呢？骗人吗？姓苏的，我东西呢？是不是在你身上？对，看。咱这一辈子，刀口上舔血，从没说过半句假话。苏大哥，老四走的时候，你确定人参还在盒子里？我就没看见他从盒子里拿出来过，肯定在啊，怎么就没了呢？今儿是没看黄历。姓苏的，我小老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讲信用的。什么人参娃娃、山神爷爷的，空口白牙，明着骗啊！没呢。啊！我这要信了你们，我出了这门，你们还能认账吗？我小老头一家，我不得全家跳河去啊！骗子，太损了你们！就是这尼姑塔本来就是贼窝。走，我没拿，站住都别走！诸位，我没说过半句假话。
今天下午我还亲眼看见，就在这个盒子里，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。姑爷，你替我作证。苏大哥，你别鲁莽，把刀放下。你跟刘老四到底在合计什么？能不能提前告诉我？你叫我现在怎么帮你？生意没有那么做的。做生意？我做生意？我这是做的什么生意？我这辈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，现在我儿子也没路走了，我后悔。各位，今天我让你们走得安心，虎爷，信我。这买卖不成，这个要自杀了，这也不至于，这孩子怎么办了？怎么说也是条命。苏大哥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查清此事，不会让你死不瞑目。朱爷，姑爷，喝一口。哎，你昨天好好的，怎么先走了？老四的儿子昨天得了脚长沙，死了。死了？姑爷，您在哪？各位兄弟高义，坐下喝杯水酒吧。姑爷，我心里闹腾啊。您说要不是因为我说那几句狠话，他不也不至于死吗？不是？别自责了，他的死跟你没关系。不是说他出身武官吗？千军万马都杀过来了，说几句重话就受不了了。安心吧，您呢？兄台高见啊！还未请教台府啊。上礼下卿，赵钱孙李的李，卿子卿尊的卿。在下古平原，不幸今世无古贤的古，上平下元，平原君的平原。还未请教家世。家父上万下堂，小商人。京城里万堂，这要还算小商人的话，天底下可就没大商人了。今日这些来的人，确实都是看热闹的，除了李公子你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是带着管家过来的。管家人呢？家里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宁古塔近日关卡码头全被封锁，你的管家何以知晓家中出事了？难不成他是神仙，蒙假归孙？他身体不好，血液暗行，古人谓之笨。他得了什么重病啊？竟然能做到雪中叶纹，闻所未闻呢？你敢走我就敢喊。可是你空口无凭，你想怎么样？你的那个管家昨天趁着去船上取钱的机会，见过刘老四。窑子里的姑娘说的不会有假。你们做的一手好生意。管家那么干，自然是我爹授的意，我是不同意的。
我想也是。若是合谋，哪有管家把主子丢下来顶锅的道理？哎呀，你呢也不用替你的苏大哥过于哀痛。人参娃娃这种天才地宝，本就不该采，不该落在他们手里。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他得了这样的宝贝，是祸，非福。邢古代，我尊重你呢，叫你一声古爷；不尊重，你也就是徐管带的一条狗。还敢踹我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你可以再往下一点，第3根肋骨到第4根肋骨之间。苏大哥死的时候，刀子就是从那儿进去的。干净利落，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长的。那么好的兄弟，你舍得坑他？我根本就没干，我没拿过钱。你再说我就杀了你！他临死的时候都没有埋怨过你一句。你不说你儿子死了吗？好，你现在把他的尸首拿出来让我看。只要有，我全身上下3刀6洞任你处置。我眉头皱一下，我不算好汉。你干吗？我根本就没干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叫李青的那个少东家，他的管家就在昨天连夜出城，领着你的孩子，对吧？你想杀我？没用的。你把你最好的兄弟给弄丢了。儿子也不要了，他这么小年纪，你让他从流放地一路回中原，以后官府抓他，仇人寻他，他还活得了吗？你一个子儿也没要，就让那个管家把儿子带走，是不是？苏大哥跟你一样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去取了人参娃娃，无非也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尽快回到中原。大家都是当爹的人，你的心肠怎么能那么狠毒？行了，跟我回去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天底下没有不还的债。起来。小虎，四哥，小虎，小虎。
部队头啊！敲门吧！看城门的大人老爷，我们是来进海盐的商队，山西吉祥号。盐引子在此，您落桥开门，验了引子，我们好投递啊！爹，可以进城了。有马队。卸完货，把车都立到墙边上，骡子牵到后边喂了。湘南天地玄黄，马好，别慌乱了啊！马三好，盘点清楚。这也没学过烧炕，你逞什么能啊？哪位是常四爷啊？小老儿正直。先生贵姓？在下古平原，帮徐管带办事，过来拜会一下。啊，这样。姑娘，这炕都是通着的，灶上做了饭，屋里也就热了，别给自己呛着。这行。喝茶。四爷这是做的什么生意啊？年关将近了，还要拖家带口的出关。吃马帮饭，穿四季。家里女人死得早，姑娘就在马队里养大，到老了，弄套宅子置点地。谁曾想啊，一辈子吃跑腿饭的坐地户是外行，拉了饥荒，把旧伙计们召集起来啊，想到关外来熨烫海盐。债主催得紧，赶一赶，年前能回去。出门在外啊，全靠朋友。古先生有什么提点的地方，感激不尽。四爷是老江湖了，一点谈不上。我也不是什么先生，就是一个流犯。徐管带看我能写能算的，就让我帮他招呼一下往来的商户。四爷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宁国堂。不错，流犯们一路发配至此，若侥幸还能再活下来。你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屯子没？都是军屯，就被分配到那儿。身强力壮的到山上打猎，打狼、打老虎、打那黑匣子。人死不死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野物得活下来，装到笼子里拉去木兰围场，供皇上和那些王爷们打猎用。还有去挖参的，一年四季都在山里刨食，稍有不慎，就成了那野物嘴里边的干粮。这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可在这宁古塔，有比老天爷还凶残的。不孝敬，过不去。多谢顾先生。哎，姑娘叫我。你别说便宜话。会烧火吗？你看这木头啊，就像这么堆着就行。
别压在火苗上了。你老压在上面，难怪它冒烟呢。学会了，他们不教我，还总开我玩笑。不出半个时辰，这屋里就能热了。你是官差还是兵？我是犯人。来碗酒。吓得我开开了门。把你的谁敢动？哎！我去！李少爷，你这练的什么功啊？练什么功啊？搭把手，搭把手。你衣裳呢？刚才进去耍钱，让人当了洋果了。我明明是对虎头，对面是对铜锤，哎，他愣说关外就是这般玩法。银票搜了，衣裳也给扒了。哎，不是，衣服。跟我进去，再把衣裳赎回来。赎回来？哟，古爷，哎，挑新鲜来了，古爷，来，刘文强。古爷。来呀！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，就是他。天灵灵地灵灵，赌神菩萨第一灵，猴子小鬼抬元宝，一只抬进门，通杀。7点，天门第一府，庄家第3府。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。啊，就是他。他是我们这有名的恶人。你输了，是个对子。什么对的不对的？你看清楚，这张牌是10点，这张牌是11点，是你输了。你赖个啥呢？哎，点子大就赢，点子小就输，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？谁敢说不是？兄弟，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？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。规矩，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。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，不然掰断你的指头。你看。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，是你脑袋硬，还是我子弹硬？怎么？我是厦大的，有种你就开枪，开！你猜我敢不敢？你吗？我赌你不敢，你不敢。诸位，帮庄还是帮闲？再不下注，我就扣扳机了。
2。哎，李家大少爷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。苏小姐，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这是我当地的好朋友，古兄，他对宁古塔的事儿熟得很。我在这儿的马场买了300匹马，需要运到中原。古先生有什么好办法？买马，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要是论耐力，穿马、颠马都挺好。难道你要买的是军马？还不知尊驾是谁呢？我敢说，你敢听吗？这个雇大船从海路上走便是。这马要运到南边儿，坐海船，岂非越走越远？马运到南边，你是？我怎么？古先生怕了，可以先走。你是反贼，我是流民，没什么好怕的。顾兄，你不是想帮那对母子吗？陆小姐能走了，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，帮他就帮你呢。还不知道苏小姐具体要把这些马运到哪儿？只要出了城，其他事儿不用你管。行吧，那容我想想办法。等一下，辛苦古先生。苏小姐，你不怕他告密啊？要不是我给他开门，他早被打成筛子了。这个人是个聪明人。这些俄国人，枪炮造的当真好。若是把他们弄到大清来造枪造炮，岂不是大发利市？眼下南方战事吃紧，连买枪炮都难，更别提造枪造炮了。说到底，你们李家还是生意人，你跟着反贼倒也不怕。我当然怕呀。幸好我来之前，我爹跟我讲了你的身份，不然我做梦也想不到，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做反贼。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，我爹那种树上掉下来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人，怎么会和苏小姐认识？那是因为你们家连号遍及长江南北，全靠我护着。长江以南也许你家做生意，你说他胆子小，哼，商人借了钱，胆子比天还大。哎，你那朋友该到了吧？苏小姐在吗？古兄，进来吧。进来，进来。坐。
有主意了？啊，主意倒是有了，不过咱们得先说定了。你讲，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。出宁古塔或许是有办法，只是出了城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自然有办法。这可不行，你得给我指一条踏实的路。你这300匹战马，出了城以后，过哪个关卡都不容易。再说了，我还带着个孩子，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小命给丢了，是吧？哎呀，顾兄，我看你这就是害怕。我九死一生来到宁古塔，死我倒不怕，只是家中还有老母和兄弟，我不能因为伙同你们而连累到他们。你得让我信你。给他。辽阳卫的守将是我们的人，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关防。我们出山海关入直隶，下山东，坐船回南。如此便好。古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，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。我不做反贼，这2个字很吓人吗？你宁可在这当奴才，也不肯为我效力。人各有志嘛。顾兄，你现在是个留人身份，谁敢收留你？谁敢保你？你想读书考不了功名，想做买卖，你连个籍贯都没有。你现在这样，你敢回家吗？天地之大，无处存身。这话见得明白。回到中原做个黑人，担惊受怕的活着，值吗？实不相瞒，高堂老母体弱多病，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，怕是都没办法见她最后一面了。当年我在考场受辱，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。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啊？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，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好，古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，一点见面礼，留着防身。哎，李青少爷，你还未成亲吧？那自然是没有。那便好，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，不成个亲再回去，太可惜了。你这说什么酒话？妙计呀！来，随我进城，给你挑个好的。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不是你5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，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？不是，哎，这非得是我。冷静啊，听我说，这是京城5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。昨天晚上他得了一梦，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，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。这一大早啊，肥猪就拱门了。你也太没有眼光了，你像个小伙呢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都给我下去。姑娘，您能不能先下来？我不下去。
昭君姐姐，要不您先回去，梳洗打扮好了，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。我就不下去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可捡着了。我这一走啊，这宁古塔大半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。差不多吧。李大少爷，我去布置洞房，少赔，回去。哎，我把卖身契还他。回去。多谢二位。你快起来。死了算了。温柔乡啊，看来你是舍不得走了。滚蛋！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，京城5省联号的大少爷正在窑子里成亲，全城一半的老百姓都去凑热闹，凡是去的都有赏银，4个碟子8个碗的流水席啊，酒随便喝。我刚回来，我现在进去陪他喝酒，你也知道的，他一喝多了就倒了。你看你要不要啊？大人，我看你是嫌自己小命活够了，用不着等到明年春天，现在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熊瞎子去。大人息怒啊，怎么生这么大气啊？交代你2件事，你办了没有？说。回禀大人，您交代我的2件事，我都办妥了。钱呢？我跟那母子俩都谈过了。他们说，大人只要5万两银子，很仁慈了。要是能把他们母子送回中原，就算是10万两，也愿意乖乖的呈上啊。你答应的？啊？真的把他俩放了？你还有几年刑期啊？还有10年。你把银票骗出来，我给你减5年。当真？像那对母子一样，放我回中原？你活着回去。懂了，大人。那你好好喝着，这壶酒下去之前，我把银票给您送过来。他信你，你得受了孩子这个礼。我们宁国塔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贪，贪财，更贪命，每个人都想逃出去，可怜可惜。顾兄，你呢？你是怎么来的？你想不想回去？
这对母子我就定了。姓徐的，我忍了5年，就为了这一天，惠氏被人陷害，我必须查出真相。你怎么了？你要哭啊？有话说。这样，顾须海，我一条贱命，大不了咱俩一起死。嗯。顾兄，你把他们放了，我钱不要了。这些年你敛的财也够了，逼死了那么多人命。今天的事情你要想秋后算账，只找我一个人，记住了吗？姓顾的，行。宁国团200多年，还没见过犯人绑棍的，你逃不掉。咱俩再见面的时候，老子把你劈吧！孩子，兄弟们快点，快点，快！烟我都验好了。好，好了，准备回家。少手回家了。上门。快！你说只带2个人走，母子俩都得带走，留下谁也活不了。剁稀碎！我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啊！将军，有人看见姓古的往庄稼山方向跑了，还想逃？再一个书生跑不快，都给老子加把劲儿！我非把这个狗东西碾碎了不可！走！
跑多远？都给老子找仔细了！不是你，都别动！刚给你拔了剑，狼牙剑上有刀刺，幸好没伤到骨头。是。我爹说你不能喝水，来，吸点湿气，舒服一下。我怎么在这里呀？元儿，你出去看着。郭兄弟，你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帮长思渡过这一难关，亲手小老儿一拜。我们啊，本来在双家山外路口等你，可是玉儿非要去山下接你，幸亏听了她的话。不然咱们就错过了。你的命可真大呀！这大雪天，半个时辰你就冻成冰棍了。四爷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们追上来发现了，不光是你，连同你下面那票伙计，都会被我连累。我长死行走江湖一辈子，别说是恩人。就是萍水相逢，我也不能生在路上。你放心，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，一步不停，天黑之前可以赶到嵩山，他们应该追不上了。他们骑兵精良，就算咱们早走一夜，不出2个时辰，他们也赶得上来。在这雪地里。车辙的痕迹抹不去。撤！别走，四爷，我有个办法，可以死里逃生。哎，偷他的根啊！快点啊！徐大人，徐大人，有何指示？徐大人，滚开！里边去！让开！
大鱼。演呢？没有演啊，对吧？是不是你们勾结好了，要帮着刘仁出逃啊？哎呦，小老儿一辈子坏的东西不吃，犯法的事儿不干，跑江湖的人就怕惹官非啊！哎呦，谁敢帮这个忙啊？小人说的都是实话。没有，没有，不可能！2条腿能跑过4条腿？咱们这一路过来就没见过旁人。你在车里。是，大人。知道藏你刘仁的后果。小人有几颗脑袋，敢干这种事儿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大人，本来说好今天要去吉林的，要不等您回来以后再细细的。都上马！老东西，这人要是找不到，我就着落在你身上。别以为你躲得开。小人说的是实话。孩子，赶紧上车，抓紧赶路，别去惹事儿。孩子，到前面山头，给我看着。如果那帮人再回来，赶紧发信号，惊喜着点儿，咱们保不齐先。好嘞。怎么样？骗过去了吗？我交代的东西送出去了吗？你放心，没问题。走。野影子已经盖了城防大营，另外还有一事，需四爷帮忙。门外有一包账本，急速派人送至吉林将军府，救命良方，越快越好。结实，什么鸡毛狗叫的说。标下给大人请安。标下未能城外迎接，死罪。标下耽误了一日，本想今天一早就去吉林请安。
这是什么？是小姐将军的毛皮，这些虎皮是属下亲自挑选，都是一箭胜穿双眼，皮子一丝一毫都未伤到。这是什么？参酒，里面都是野山参，标下选了最好的参炮了，给将军大人滋补身体。还有吗？里边还有。收获真不错，把东西给他，看上面的账目对不对？怎么，自己的东西不认得了？将军大人，这是那些犯人污蔑在下的，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标下对将军忠心不二。送账本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单子，上面说你贪赃枉法，你把朝廷犯人当作自己的家奴，予取予夺，草菅人命。说，我不管，他就要送往京城。这个古平原可是你的手下，所以麻烦你老兄摘掉帽子，让我好好查一查。将军大人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儿。标下是朝廷命官，大人不能听信流犯的话。单子上还说，你给南方反贼提供战马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，连我都得被连累上。这事儿有吗？没有。吉林将军令：宁古塔四品管带徐三贪婪成性，勾结反贼，蛮横无耻，我革职上古时，不杀反贼。宁古塔四品管带徐三。哎，新梅，荀子17号吗？怎么走？哎，你老兄可不要乱走啊，让巡场看见就麻烦了啊！我从会试来找个堂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憋的就剩下一口气了，途经了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辛苦，上品下云。嘘，巡场的来了。哎。我从会试来找个堂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憋的就剩下一口气了，途经了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辛苦，上品下云。我是古平原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古平原，我是徽州的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古平原，我是徽州的。考场之内禁止说话。刚才有人找我吗？走。我是古平原。科场之内，这里都是举子，难道说你们在抓贼吗？家中老母病重，我心如刀绞，学生要交卷，这一科我不考了。查，徽州生员古平原咆哮科场，辱骂上官，犯大不敬律，着杖50，流放宁古塔15年。走走。
这个傻子，你被人害了。可我听得真真切切，他娘憋的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年纪轻轻的被流放15年啊！你可惜了吗？这谁要害他？刚多大他啷个这事？谁说不是了？你哭什么？谁哭啊？先擦还来得及。你把我们都吓坏了，一直说胡话，一会儿喊打，一会儿喊杀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山大王呢。哥，干嘛？哎，别，你乖一点。你这是发烧了，受了外伤，被冰水一激，热毒全出来了。我跟爹得轮着班的照看你。大夫说了，能不能好，这几天很关键。不说这些了，哎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有一个人，他这辈子做了好多好事儿，他死了之后呢，见到阎王，阎王爷就跟他说：“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人家投胎，随便挑。”于是他说：“我想选一家家财万贯、无父无母、娇妻美妾，一辈子平安吉祥，最后得享高寿。”阎王爷就说：“哎，老兄。”要有这样的地方，我就去了。你来当阎王好不好？不好笑是不是？若有来生，我想像你一样跑马吧，不读书。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你死不了。是吗？嗯。你看你，自己夸自己是大男人，结果怕死怕的要命。哎，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，在悬崖上睡过觉，在草原上遇过狼群，我都没怕过。就开始怕了一点，后面我就不怕了。我如果真死了，有你们哭，有你们埋，我不怕。
老天爷真是帮忙了，热度啊，居然给降下去了。真成吃糊的了，喝口粥都费劲。打上初一啊，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四爷，我顾平原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，我一辈子念你的恩，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可以报答。哎，讲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我长此走了一辈子江湖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能把你救活，算是圆满了。常姑娘们，这几日我迷迷糊糊的，每次醒来看到他，不是在煎药，就是在打水洗手间。我这一条贱命，还能有这种福报，我想好好谢谢他。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乡里的那些人都知道我被革了功名，被流放了。我怕我猛地这么一回去，会惊动官府。你就跟我一起回平遥吧。我怕不妥。好了，就听我的吧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有个老娘，还有弟弟，还有个白老师。还有个老师？白老师对我很好的，他还把他的亲生女儿许配给我。郭兄弟，你不是说你未曾婚配吗？啊，我说我还没成亲，本来约定的等大考完之后再说亲事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你好好歇着，少说话，伤气。干什么去啊？送药。你坐那儿。爹有话跟你说。孩子，从今以后，照顾古先生的事儿，你不用管了。行。我去把药锅洗了，也不用再找大夫，把它往街上一扔，还省房钱。净说屁话！坐下。不是你想让他活吗？提着脑袋一路带着他。我说的是你。人过去，心不能过去。这些天你没日没夜的照顾他，爹都看在眼里。我提醒你，你还是个姑娘，还没找婆家呢。我老了，也跑不动了。以后啊，你得踏踏实实的嫁人。我也没有儿子，只能守着你过。你总不能嫁一个流放的犯人。爹，我救他不是因为我要嫁他，是因为古大哥是好人，也帮过我们。我不能眼睁睁就看着他这么死掉。你莫说他是流放的犯人，他就算是妖魔鬼怪，今儿我也要救。烫着。四车不见了，四爷，搁哪回来了？发财发财！哟，回来了啊，黑子哥。
四爷好啊！好。哎呦，拜个早年啊，四爷发财！四爷发财，四爷发财啊！发财！四爷，恭喜发财！哎，曹四爷回来了。哎，啊，四爷，有些日子没见了啊。哎，没见过银子啊？好家伙，这银山，这不得上千斤重啊！怪不得叫祭祀贼呢，这天底下谁搬得走啊？这就是王天贵的票号，平遥城里第一不仁不义的东西。若不是他，我爹何至于到冰天雪地的关外去受罪？走。四爷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爹前年就不打算往外跑了，买了一个房子，包了官家的2亩盐田。那王天贵不知道听谁讲，说我家那套宅子盖在平遥县城的龙头上，最是发达。他几次想买，我爹不肯卖，他就唆使那李赖子到官府里去告。县太老爷也被他给买通了，案子挂起来不审，还封了盐田，说结案之前不许出盐，差点没把我们家给憋死。人家常老四回来了。昨天4辆盐车先回来的，老家伙刚过去。刚才这马队里边，我看着有一个年轻的后生，眼生的很呐。去查查。我兄弟啊，看看我这套宅子呀，是平遥城里啊最好的4合院，风水好，聚气。好好露一手啊！这是花厅，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我兄弟，这就是后院。哟，四爷啊，您快尝尝这刚拆封的老酒呀！好酒。来，闻闻。我们山西人生了闺女啊，就把50斤的酒埋起来，等她出嫁的时候挖出来喝，就叫女儿红，儿子叫状元红。我这几坛酒啊，可是平遥顶尖的酒坊里酿出来的尖红，晚上好喝。晚上啊，给我喝倒。好嘞，四爷，谢四爷。哎呦，来，学弟吧。这就是后院。这是正房坎位啊，男主人住的。这边是西厢房，玉儿住的地方。这东边呢，升旗位、喝茶、活动的地方。裴子，啊，烟交了吗？放心吧，钱都结完拿回来了。赶紧把红包包好，明天一早啊，大伙儿要回家过年了。劳齿加1，每个人啊多分1成。但我怕还不够还王天贵票号的钱。有人在就有钱在，大伙跟着咱们冰天雪地担心受还了这么久，咱们自己少点，没事。走。哎，你别拦着我！程老头在不在？我告诉你，让他赶紧出来，把盐田还我。怎么回事？四爷，是李赖子和王天贵那票号的管家，我这就给他们打出去。哎，马上就过年了，哪有把人赶出去的道理？客气点，把人请进来。行。